如果你关注近几年的大气物理和能源科技新闻，可能会看到一些看起来很科幻的研究进展，比如科学家已经可以用超短脉冲激光在雷暴天气中人为引导闪电的路径，还有新的卫星闪电成像仪，可以在毫秒级别追踪全球每一次闪电的发生位置和结构，甚至有研究在讨论能否通过高空气球和无人机提前触发雷电来降低灾害风险。这些进展说明人类对闪电的认识确实在不断加深，但有一个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重新提起。全球每年大约会产生14亿次闪电，一道闪电释放的能量又大的惊人，那人类为什么不干脆把这些闪电收集起来，当成一种天上掉下来的免费能源呢？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巨大宝藏。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从科学和工程的角度把这个问题彻底讲清楚。先从最直观的感受说起，雷雨天，一道闪电劈下来的时候，天地仿佛被瞬间点亮，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雷声。很多人会下意识觉得，这样的能量如果能用起来，发电厂都可以退休了。从数字上看，闪电确实不小，一道典型的闪电瞬间释放的能量可以达到数亿焦耳，换算成电能大概相当于30到150度电，足够一个普通家庭用上好几天。如果把这个数字乘以全球每年约14亿次闪电，总量听起来更是夸张，仿佛人类能源危机瞬间就能解决。但问题在于，这种直觉判断恰恰是最容易误导人的地方。闪电是怎么产生的？要理解闪电为什么难以利用，必须先理解它的本质。闪电并不是某种稳定输出的自然发电装置，它本质上是一种大气中的静电放电现象。一切从雷暴云，也就是积雨云开始。当地面附近的空气又湿又热时，强烈的上升气流会把大量水汽送到几千米甚至上万米的高空。随着高度升高，温度迅速下降，水汽开始凝结，形成大量小水滴和冰晶。这些水滴和冰晶在云层中不断翻滚、碰撞、摩擦，这个过程和冬天脱毛衣产生静电非常相似，只不过规模被放大了10000倍。结果是，较轻的冰晶往往带走正电荷，被上升气流推向云层顶部，而较重的水滴和线粒则携带负电荷，逐渐沉降到云层底部。于是，一个结构非常清晰的电荷分布就形成了。云顶是正电，云底是负电，而地面通常会被感应出正电荷。整个系统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电容器。当云层底部和地面之间的电压差不断增大，最终可以达到数亿伏特。当电场强度超过空气所能承受的极限，空气分子被电离，一条导电通道开始形成。这条通道最开始非常微弱，被称为先导放电。它以阶梯状的方式一步一步向地面试探，一旦接近地面，地面上的正电荷会迅速向上迎接，两者相遇的瞬间，主放电通道形成，大量电荷沿着这条通道疯狂释放，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闪电。很多人以为一道闪电就是一下，其实不是，一次闪电往往由多次回击组成，整个过程持续大约 0.2 到 0.5 秒，但每一次回击本身只有几十到几百微秒。我们肉眼看到的闪烁其实是多次回击叠加在一起的结果，每一次回击电流都可以达到2万到3万安培，极端情况下甚至能达到20万安培。闪电通道内的温度会在瞬间飙升到3万摄氏度左右，比太阳表面还要热得多。正是这种极端高温让周围空气猛烈膨胀，形成冲击波，这就是雷声的来源。理解到这里，其实你已经能隐约感觉到问题所在了。闪电的本质是大气系统的一种泄洪和泄压机制，它的使命不是稳定输出能量，而是快速粗暴地把积累的电荷释放掉。接下来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点，闪电看起来威力无穷，但真正重要的不是它的瞬间功率，而是它的总能量。功率等于能量除以时间。闪电的问题就在于它的功率极高，但持续时间极短。把所有回击加起来，一道普通闪电的总能量大约在1亿到5亿焦耳之间，换算成电能，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几十到100多度电，按民用电价算，也就值几十块钱。为了更直观，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中国三峡水电站的装机容量是2250万千瓦，它只需要正常运行10秒钟，产生的能量就大约是25亿焦耳。
差不多等于一道普通闪电的全部能量。再看一座常见的100万千瓦级火电机组，它运行1小时产生的能量大约是36亿焦耳，相当于几十道闪电加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闪电更像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烟花表演，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能源生产装置。那有人可能会说，一道闪电不多，但全球一年有14亿次呢，如果全收集起来，不就很可观了吗？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即便我们做一个极端理想化的假设，假设每一道闪电都能被完美捕获，能量一点不浪费，把14亿次闪电的能量全部加起来，也只相当于全人类1到2天的用电量。而现实情况是，我们不可能完美捕获，甚至连1/10都难以做到。第一个难题是预测，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任何技术可以精准预测下一道闪电会在什么时候劈向哪一个具体位置。气象预报只能告诉你这个区域有雷暴发生的概率，但无法精确到秒和米，这意味着你根本不知道该把网撒在哪里。第二个难题是材料，闪电的瞬间电流动辄数万安培，而我们日常使用的电线承载几十安培就会明显发热，几百安培就可能直接烧毁。要在极短时间内承受如此巨大的电流冲击而不被气化，对材料科学提出了极端苛刻的要求。即便是超导材料，在电流超过临界值时，也会瞬间失去超导状态，恢复电阻，根本来不及发挥作用。第三个也是最致命的问题是储能，闪电释放能量的时间尺度是微秒级，而我们目前最先进的超级电容器充电时间通常是秒级甚至分钟级。这就像有人在不到 0.001 秒的时间里往你手里倒一吨水，哪怕你准备了足够大的桶，水流本身的冲击力也会直接把桶砸碎。闪电的能量不是温柔的流入储能设备，而是以一种近乎撞击的方式释放出来。历史上有人尝试过吗？答案是有，而且不止一次。历史上确实有科研团队做过闪电捕获和引导的实验，比如利用高塔、火箭拖曳导线，甚至激光通道，试图把闪电接下来。但这些实验的结果非常一致，设备往往在被击中几次后就严重损坏，真正转化成可用电能的比例极低，绝大部分能量要么以热的形式散失，要么以强烈的电磁辐射形式跑掉了。从能量转化效率上看，甚至远远不如直接铺一块太阳能板。我们再来算一笔账，假设未来某一天技术奇迹般突破，我们可以捕获每道闪电 30% 的能量，这已经是极端乐观的设想了。全球每年14亿次闪电，假设每次2亿焦耳，捕获 30%， 一年大约能得到840亿焦耳的能量，折合成电能大约是2300万度电，按工业电价 0.5 元一度算，一年的收入大约1150万元人民币。听起来不少，但问题来了，闪电分布极不均匀，最密集的区域在赤道附近，比如刚果盆地和亚马逊流域，而这些地方恰恰不是全球用电需求最大的地区。要在这些偏远区域建设覆盖雷暴范围的捕获设施，还要把电力长距离输送出去，基础设施投资动辄就是100亿级别，而且设备还要频繁更换，因为他们要承受一次又一次的高压冲击，算到最后，每收集1度电的成本可能是火电、风电、光伏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相比之下，把同样的钱投到太阳能或者风能上，回报率高的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一块光伏板在20年的生命周期里产生的电能，就可能超过理论上捕获几万道闪电的总和。所以，指望把闪电变成能源，听起来很浪漫，但一旦认真计算和实验，就会发现这条路几乎走不通。就像指望把地震变成动力一样，想法很美，账本却异常残酷。这并不是人类技术不够先进，而是自然规律本身已经给出了答案。